市场换技术是上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当的一个吃了亏的政策，然后你们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占了大便宜还要卖乖。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这次打贸易战的时候美国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加给中国的一个罪名，就是中国怎么会技术发展那么快呢？说因为中国强拍西方国家转移技术，具体的指中国曾经有过的一项政策，叫什么呢？叫市场换技术。西方抱怨的有些市场，就是说一开始开放的时候是不允许外资单独进来投资的，必须要以合资的这个名义呢进入中国市场。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中国的汽车市场。当然后来汽车市场发展起来以后，独资的企业像美国的通用福特可以独自进来，但开始的时候像大众日本的这个本田汽车什么进来都是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一个要求。另外一个要求呢，合资了以后呢，因为中国开始的时候中国这个汽车工业基础薄弱，所以在中国投资的厂实际上等于是一个组装厂，零部件呢都从这个发达国家进口来。那么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不是市场上的竞争价格，而是内部的转移价格，把这个利润呢赚得很高。这次美国那个谈判呢，就把这两条作为中国强拍技术转移甚至说上纲到什么呢？盗窃这个美国技术的主要的理由。那么我的回答呢，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第一，西方经济学尤其亚当·斯密的理论宣传看不见的手来说，他们认为最好的市场应该什么呢？应该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就是没有贸易壁垒，也没有技术壁垒。如果要相信你自己的理论，跟相信你的圣经一样的话，那你就应该严格履行 WTO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是什么承诺？就是要转移技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即使你承认说因为我有技术研发这边要投入，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准则就是说承认专利制度，对技术进行有限的保护。即使在这样的条件底下，那么中国市场换技术是不是一个问题呢？也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市场换技术理论上来说不可能对西方国家造成损害。你去看一下现在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是谁？第一和第二不是美国就是中国。美国是世界上这个照理说应该资本最多、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如果你自己头脑清楚，你把这个资本和技术首先造福自己国内的人民，你是不会担心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和你竞争的，对吧？你去看看美国赚那么多钱，钱拿来干嘛了？钱拿来扩军备战，拿来过度消费，拿来玩金融赌场游戏，就是不投资基本建设，也不投资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技术，才会有比如说互联网现在这个4G、5G 这些技术都是在西方国家先发明的，但是中国应用的速度比它还快，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照西方理论来说，中国是最不应该发展快的国家，怎么中国会成了吸收外资第一和第二大的国家呢？对不对？我给你们讲90年代西方国家根本不看好中国，理由是什么？像菲律宾、印度那样西方的私有产权是最优的社会制度，那这些国家它应该吸引外资最多，怎么会中国呢？要照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说，中国保护私有产权不严密，而且呢竟然还有相信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在领导，我凭什么到中国去投资？我不是自找倒霉就跟当年我去台湾的访问的时候，台湾国民党的主流派那时候对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这个诚意不相信，他们很恐惧为什么呢？所以你欢迎我去合作投资，相当于你们共产党当年搞的口袋战术，等我们进去了，你一扎口袋就把我们全都俘虏了，不敢来。那现在外资为什么还要来呢？对不对？跑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
市场经济国家投资，是你脑袋进水啊，还是我中国真有竞争力啊？你想想看。其实呢，他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恰恰是中国的成功。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在开放以后创造的吸引外资的条件，远远超过其他，别说发达国家，也超过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个市场换技术让这个合资企业进来，你们去想想看，到底是互赢还是中国赢西方输了？我告诉你是互赢的。为什么呢？占据中国汽车市场最大的汽车公司谁啊？第一就是大众，后面就是日本企业，包括韩国企业。反而是最晚进来的美国坚持要独资企业的，它的市场份额就比不上大众了。为什么？你要知道，一个外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做营销，成本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呢，中国政府跟你合资，地方政府就把好多麻烦的事情，包括土地问题、环境问题这个劳资纠纷问题，通通都给你搞定，还有手续简化。你说到底是帮了你的忙，还是给你添了麻烦？显然是帮了你的忙。帮了你的忙呢，中国赚到什么？中国赚到就业，中国赚到你培训了一批技术工人，赚到了中国的汽车的零部件的生产升级。但是中国并没有换来你的核心技术，比如说汽车发动机。然后西方的汽车行业赚到什么呢？它赚的最大的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所以我认为中国市场换技术这个策略在汽车行业里面其实是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要讲的代谢增长论里面重新发现亚当·斯密的真正的贡献。他讲什么？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控制。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大家竞争的不是价格，不是利润，是什么？是市场份额。然后中国政府在放进外国资本进来的时候，误以为外国资本会带来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忘记了西方企业到你这儿投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占你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你把中国的大市场都让出去以后，然后后来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想要跟外国企业竞争，就要困难多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们到韩国市场去看看，你们到日本市场去看看。日本、韩国经济在二次大战以后能够起飞，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非常保护国内的主要的工业市场。所以你在韩国，你根本看不见外国汽车。日本的话，外国汽车也这个非常少。这个中国这个被西方贸易战谴责的市场换技术，认为是中国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策略。我告诉大家，说反了。如果大家去读一读我的代谢增长论的话，恰恰是中国的发改委的领导或者工业部的领导读的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真的相信市场是自由贸易就可以大家带来共同富裕的，没有读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所以把自己的市场主动让给外国公司。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好多很好的国产的名牌，大家还记得什么熊猫啊，还有什么这个牙膏啊，这个收音机啊，上海牌手表啊，上海汽车啊，通通都被消灭掉了。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反驳，市场换技术是上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当的一个吃了亏的政策。当然我没有吃大亏，吃的是小亏。然后你们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占了大便宜还要卖乖，其实呢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这点上，我建议商务部的谈判代表要理论更新一下，理直气壮地反驳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一次打贸易战里面的这个谬论。大家觉得是不是有意思啊？好，谢谢大家。